我们先画这个也是啊，今天画一个，就是说以大山为主的啊，就是一个高远的这种构图方法。也近景开始，我们用近景开始啊。看我们画山石的时候，每一次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画山石三个步骤，三个步骤。第一呢，我们先勾，对吧？先勾山石的轮廓线，对吧？我们先把山石的轮廓线勾出来，勾了轮廓线以后呢，第二步内部结构，我们把山石结构分出来，分出什么？就是分出前面一个结构，左面右面，就是我们说的啊，十分三面。先把山石的这个三个结构面我们分出来。你看啊，分出来以后，明暗关系我们怎么去表现呢？就用这个侧锋，我们去皴出这个山石的明暗面来，对不对？我们这样去皴擦啊，皴出山石这个明暗面，就是说这是山石凹进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暗的地方。然后呢，这就是我们山石就是突出的地方，鼓起来的地方，就是说山石亮面啊，对不对？看我们就是按这个1、2、3的这种步骤我们去画，前面左边右边我们皴两笔，对不对？看一个山石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对吧？很简单的去表现出来。再一个结构向后，先勾结构线，然后皴擦，又形成一个结构，对不对？你看，又形成一个结构。注意就是什么？我们山石结构前后的这种关系，前后关系。你看前面的它是一组，后边它有遮挡的地方，你看前后，它就有个明暗的前后层次。我们前后层次怎样去处理？前面它山石这个面它是结构，它是亮的，到后面我们结构是遮挡的地方，最后我们前后的关系啊，就用皴擦去表现它暗的地方。你看啊，我们皴的时候，皴在这个结构线的后边，你看对不对？皴在后边，你看，这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前后关系，对不对？很明显的前后关系。看，我们把一组这种关系，闹明白以后，向后，你看我们在向后画的时候，你画的时候，一组两组，你就按这个1、2、3这种前后关系去处理。你看，只是形状不同，我们山石只是形状不同，但是它的前后关系，我们就按这个给大家讲的啊，就是1、2、3的这种处理方法，就是很简单、很方便的这种表现出来，对不对？向上再来一个大结构，你看啊，我们向上的结构到了侧面以后，勾完轮廓线，再勾里边结构，皴擦。它因为是侧面的一个山石，所以说，就两个面表现出来就可以。右边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山石块面，只把左边的这个结构，看我们表现出来，这就可以，这就可以。再来一个大结构，看，这就是啊，大结构，你看大的一块，小的一块，然后后面又一个大的一块啊，这就是我们要涉及到我们常讲的山石，它就是说
我们几个结构，它就是一个大尖小，小尖大，它山石的这个结构。你看我们近景的时候，一般用到的是什么？哎，小尖大，就是小的石块围绕着大石块，哎，这是常用的。你看这个轮廓线勾出来以后，然后里边3个结构，1、2、1、2、3，3个结构完了以后，左村2笔，哎，右村2笔，看左右去村，左村2笔，右村2笔，这山石结构，你看很明显、很清晰，我们就能表现出来。哎，不管是我们画就是1组、2组，不管画多少组，你就记住这个1、2、3这个步骤以后，我们再画山石，不管是近景的、中景的，还有远山，就按这种方法我们去处理。哎，就是一层层的山，然后形成一个山脉，是这样的。近景，那我们处理完以后啊，处理一个水面的靠近水面的这个土坡啊。哎，我们处理一个土坡。处理土坡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下边靠近水的地方，一定要记住，靠近水的地方一定让它有个层次的变化啊，有突出有凹进的这个变化。哎，不要画成平的，一定不要画成平的。沿着结构线，哎，去村。看，我们靠近水的地方，对不对？这有这种水岸，是不是很多？对吧？我们记着画这种水岸啊，这种水岸。哎，这是我们近景。到中景的时候，由下向上去构图啊。哎，这大山石，构完这个，看我们构出轮廓来以后，开始构里边的结构。哎，看分出3个面来，对不对？和前面一样，1、2、3，对不？哎，分出这个块面结构。皴擦，你看我们皴擦的时候，哎，一定要灵活的运用，一定要灵活的运用。我们常讲，你看讲过披麻皴、长披麻、短披麻，哎，我们可以长披麻、短披麻去相结合的去用。你看这样相结合的去用，对吧？相结合的去用。还有啊，我们要注意画山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大小的变化，还有它形状的变化。哎，一定要注意它大小形状的变化，不要画的啊。我见有的同学画的时候画了山石，前面后边就是一层一层的山石，是一种形状，都是那种馒头形的啊，这种馒头形的，或者是它的形状大小没有变化。看，一定要注意它石头的大小形状的变化，一定要有变化。你看我画这个，你看虽然是我们这个用笔的方法，你看勾，对，轮廓线的勾轮廓线，结构的处理，皴擦的表现是一样的笔法，但是我们山石的这个形状是不同的，对吧？是不同的。你看有的这种是向上的结构，这光面上面，然后后面呢有小一点的，对吧？有大小的变化，还有它形状不同，对吧？它都有个变化，一定要注意这个山石不要画成一样的。一看这个石头长得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这个啊，一定要有变化，一定要有变化。我们今天构图啊，就是说也是有右下角，向左发展，这种向左再向右这样的一个山势啊，这样的山势。我皴法用的就是短劈马，短劈马啊，常用的就是我们常用的就是短劈马、长劈马，还有一点就是说褶带皴，就是这样的啊一个变化。啊，画完这一组，向上以后，向后，勾一个结构出来。勾结构的时候，你看我们要中锋用笔勾出结构，形成一个看和我们画下边的山石是不是它这个笔法是一样的？先勾轮廓线，然后勾里边的3个结构，1、2、3，对吧？3个结构勾出来，皴擦，把这个山的那种明暗，山势的明暗关系，我们用皴擦表现出来。你看，这样表现出来。你看，这样表现出来。看后面的结构，你看，处理后面的结构。到暗部的时候，你看我们要处理山势暗部的结构，我们用笔啊，线条可以粗一点，可以粗一点。让它续下来啊，下边续下来，下边就会形成一个啊，你看我为什么要把这一块形成一个暗部啊？你看，我要处理一个小的山峰，要处理一个小的山峰。看勾着轮廓线，续下来。我们勾一个，山势大致这个轮廓，把轮廓勾出来，分出3个块面结构，1、2、3，对吧？你就记住啊，我们每一次画的山势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1、2、3的一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勾出这个轮廓线，然后第二步我们把山势结构分出来3个块面，前、左、右，先把这个结构我们先分出来，再画里边的皴擦部分。皴擦部分也是左右啊，看我们都是习惯先左后右，对不对？左边开始，左皴2笔，右皴2笔。你看，左皴2笔，右皴2笔，它就山势，比如就能鼓起来，它就有了立体感。然后立体感前面鼓的地方，你看它是平的，我要让它有结构的话，看左边2笔，右边2笔，它就很自然的向前有一个突出的部分，形成一个突出的部分。到下面，是不是我到下面用重墨，稍微重一点的墨，我去画一下山脚的部分，看一个山脚的部分。对，大家看看，这是形成什么，对吧？它就很自然的，我们形成一个水口，对不对？这很自然的，我们闪出一个水口的位置来。
哎，水口的地方一定要交代一下水口它是从哪流过来，它是从哪流过来，对吧？哎，后面的时候，你看到后边我们要交代一下，哎，水是从哪流过来？看，形成一个小水口啊，小水口。哎，远处的山上肯定还有在向上的位置，肯定还要比它还要高的山，对不对？它流下来以后，到这儿才会流到这个水里边，一定要有一个水流来去，一定要我们要交代一下啊。哎，你看画这个结构的时候，哎，它只是侧面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向左边简单的勾出一个结构来，顺我们的结构线去扦擦就可以。哎，这右边呢，对吧？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它这个结构面，我们只看到左边的结构线，所以我们就只扦擦左边的结构就可以。哎，这样就可以啊。这是我们近景、中景，哎，完成以后，下面我们就画这个主山啊，下边这个比较高耸的这个山峰啊。我们传统画里边分这个三远法的话，就是分高远、深远、平远方法。我们前2节课画的都是平远的，昨天画的这种那个构图啊是一个深远的。今天呢，我们画一个高远的构图。高远构图就是说我们有比较低的地方向比较高的地方去仰视，对吧？去仰视那种透视效果。哎，你看啊，我们先把下面勾完以后啊，小的山石，看我们下边画瀑布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画瀑布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画瀑布里边小碎石是上实下虚，你看这样去画啊，上实下虚，上实下虚。注意我们山这个瀑布，它这个小的碎石，它水流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变化，不要分得太，对吧？不要分得太平均，要有大有小，有水流大的地方，有水流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窄的地方啊，一个这样的变化。我们也画上面的啊，我们画这个主峰啊，因为我们画这个高远的构图的时候，是这种我们从比较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去仰视的那种效果啊。所以说我们画这个主山的时候是比较比较高耸，比较高耸挺拔的啊。我们先画一个大的轮廓，先定这个山的中心位置啊，先画中心位置。你看，我们先把这个山的中心位置，先定下来以后，这是我们山侧轮廓线，先定下来以后啊，定下来以后，看啊，定下来以后，我们先分出结构来，分出这个块面结构来，对不对？你看，分出这个块面结构，
哎，这是大轮廓以后1、2、3，和我们前面山石一样啊，也分出这个3个块面结构，沿着结构向下去村。村的时候，你看，只是我们这个村的这个线条要长一点，和我们前面，你看前面这个山石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村的笔啊，也比较短，线条比较短。到我们后边的时候，你看我们画主山的时候，它的山峰比较高耸，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村的线条啊，相对来说，哎，就要拉长一些，对吧？我们就要拉长一些，你看，要拉长一些，拉长一些，你看，就这样啊，对不对？你看，要相对来说，是不是我们的线条就比我们近景的山石的这种线条要长很多，对不对？要长很多。再画就是后边的结构，我们定了中心的，哎，这个山中心的位置以后，沿着这个中心位置向后去画这个山的结构啊，山的结构。要注意我们用笔的提摁转折线的粗细变化，大家注意看，对不对？我们用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用笔的提摁转折产生的这种粗细线条的变化。不要说我们画出来这个线条整个就是一下下来以后，你看它线条没有变化，它没有变化。我们这个中国画啊，讲究的是笔墨，对吧？笔墨就是说用笔的那种变化，线的变化，笔锋的变化。还有我们注意墨的浓淡变化，对不对？你看笔墨，我们中国画啊很讲究这个笔墨，我们用线去表现各种事物，山石、树木，对不？我们全是用各种线条去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线的变化、线的质量，我们去好好的去，一个是研究一下，我们好好学习一下，怎样用笔，线的怎样去变化，去变化。画水纹，我们画水纹的时候，线就是说中锋用笔，线只是一种很稳的一种线条去画水纹。画水纹呢，不要有线的这种起伏、粗细的变化。你看我们画这个，你看我们传统画啊，比如说画这个《千里江山图》，你看它里边那种水纹是非常稳的一种线条，没有说粗细那种变化特别大的变化，哎，很稳的一种线条去勾下来的。对吧？是勾下来，但是它，你看它的山石，它绝对不是说这种一个线条就从上到下去表现出来的，它是有粗细变化，它线条肯定有粗细的变化。我们画水的时候，画水纹，你不用那么大的变化，就用中锋很稳的线去勾水纹。山石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线的这种转折、提印、变化、粗细的变化。还有我们就是墨的变化，对不？哎，我们还要注意墨的变化，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整个山都是一种墨色，对不？很呆板的那种颜色。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画的时候，开始学的时候，一个要，哎，对线的这种练习多练，然后就是墨的这种浓淡墨的怎样去调墨，一定要多注意，多看老师墨的变化，线的变化。哎，下来以后，你看，对不对？它的线条就比我们下边
这个近景的这山石线条是不是很长，对不对？你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芥子园里边它这个线呢，它就是没有，它有粗细的变化，但是它没有墨的浓淡变化。有时候你学的时候，如果老师不讲，老师不给你讲，哎，他只是说，是木刻水印的，它没有墨的浓淡变化，对吧？你看我们在我们的课里边就能很强调，特别强调用笔用墨的这种变化。它那个芥子园里边，它只是一种墨色，就是特别黑，就有个粗细变化，它墨没有浓淡的变化，所以说容易啊，你学的时候要不听老师的讲，不听老师讲啊，它里边有浓淡的变化，你注意不到，对不？你只有一种墨色，近景、中景、远景都是一种墨色，它画出来的画肯定是平的，它没有一个空间的那种关系，对吧？你看啊，上来一定要把这个主山画的雄伟一点。你看啊，一定要画的雄伟一点。就是说，一看就是拔地而起，一个大的山脉，一个山峰。哎，看，一定要画一个特别雄壮、挺拔的一个大山，拔地而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说，我们站在山脚下向上看这个山峰，这就是我们说的啊，高远的这种构图方法。就是说，我们仰视啊，一定要把山那种气势画出来。看，用的啊，就是这种长的匹马，哎，就是这种长的匹马。到后面越往后到后边山峰的时候，我们注意墨要变淡。你看，这是主峰，我们完成以后啊，向后画的时候，看这是个主峰，后面对吧？向后还有小的山峰，要注意。哎，后边山峰让它越来越淡，就是说有实有虚，就是我们虚实的这种关系，对吧？那我们到后边啊，后边山峰的时候，我们让它虚下来，那虚下来，哎，让它虚下来。就是说，以这个主峰为主，然后下边的小的山峰都要比它怎么呢？要小，要低很多啊，要低很多。看我们这个高远构图的啊，高远构图的，就是在宋代的时候用的比较多这种构图方法。哎，这种构图方法用的比较多。你看，我们画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西山行旅图》，哎，就是这种高远的构图方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就是说气势特别大。哎，向上。你看，我们到后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用淡墨，越来越淡的这个墨去处理，就是后边的山啊，后边的山。哎，还有两边小的山峰，一定要画一点小的山峰。就是说，高远构图就是以这个主峰为主，哎，主峰为主，四边都是小的山峰。
围着它啊，去围着它。小的山峰去围着它。我们画啊，到后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画远山的时候，不要超过它这个主峰。看，都是小的山峰围着它这个主峰啊，有主有次，对不？对吧？它就是个大的山峰，然后下边都是小的山峰，就是领的一些小朋友或者小弟弟之类的啊，你看对吧？山峰我们四外的山峰越小，显得我们这个大山峰，对不对？显得更加一个是雄伟挺拔。下来，你看啊。下边可以，你看，注意我们上面的结构，可以有点小结构，对吧？可以上面顶的地方我们有点小结构，下边的山峰的时候啊，一定要这种大结构去处理，这里边不要有小结构，一定这边不要有小结构啊，一定要顶部可以有小结构，因为我们只看到顶部一些结构，对吧？在后边结构我们看不到，但是侧面的结构我们也能看到。一定要用大的结构去处理，这样才能显出山的这种气势，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你把山的这种侧峰啊，就是侧面结构你处理的比较碎的话啊，它这个山的气势就会减弱很多，减弱很多。你看我们可以在这个右边，小的山峰去围绕它啊，对吧？一定要有小山峰去围绕它。小的山峰的时候，我们看画的时候，不用画结构画的那么复杂，我简单的画一点，简单的画一点，到下面对不对？到下面以后，我们要用淡墨干笔，淡墨干笔擦住它的下边云的地方，你看云的地方，让它虚下来，到下边虚下来，对吧？让它虚下来。这个山要想表现的，我们要把山表现的高耸的话，需要什么？云折其腰，云折其腰，方显山之险峻啊，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画后边的远山的时候，简单的勾出结构线，不用皴擦啊，只勾一些轮廓线就可以。轮廓线就可以。你看到后边，后边它这个小的山峰，我们用淡墨，对不对？你看我们用淡墨，勾两笔，对不对？你看勾两笔就可以，让它上去，再上去一点，只勾，看我们只勾一下简单的结构就可以啊，对吧？只勾简单的结构，它因为这个是我们山的前面这个块面，后边这是折过来的部分，我们用淡墨，对吧？我们淡墨，看勾几个简单的结构就可以，不用皴擦的太多，不用皴的太多。
嗯，完了以后啊，看我们水流过来，流下来以后，前面也就是水面啊，水面我们可以加一些什么呢？对吧？我们可以在这个水岸边吧，我们可以在岸边，我可以加一些点景的啊，我们可以加一些点景的东西。哎，你看啊，你加一下点景的小房屋，对吧？我们画这个房屋的时候，啊，我们画房屋的时候，一定不要画的太大。如果你看啊，我们讲这个，就是说画山的时候，如果你把点景的画大了以后，它的山就会怎么样？哎，就会变小。哎，所以说我们画这个点景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比例，我们去缩小、放大。你看，我把这个房子画到这个位置啊，可以藏在看啊，哎，藏在我们这个山谷里边啊，藏在这里边。画一个简单的啊，看看我们画小一点的啊，小一点的。这个我们画这个远山那个，看远山它就是和我们这个下边山石结构，对不对？那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只是在线条上，就是我们村的时候线条稍微长一点，它的关系，它的层次是和前面的山石是一样的啊，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对不对？不是那么复杂的啊，大家注意看，你看我这个也是勾完结构线以后，分出这个1、2、3的块面结构，然后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我向后这样左右，对吧？我们这分出结构的，对不对？你看啊，画完一个点景的啊，画完一个点景，我先把点景的房子画出来，对吧？画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对吧？下半就是可以，我们随时再加一些，你看啊，这个近景的山石上面，对吧？我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看啊，加一些小的树木。我们记住，你看山的时候啊，我们讲究，古代也讲究，就是说丈山尺树寸人，是这样的啊。如果山是1丈高，哎，我们树呢也只是1寸的那么长那么高，到人的时候就1寸，特别小。所以说要注意我们这个山的这种构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至少它要记住这个变化啊，这个比例不要差的太多，不要差的太多。比如说你画完这个山了以后，你在这个近景的部分你画个特别大的人，对吧？那个山就形成了个高山，只是一个小土坡，你在比例上就会差的很多。所以我们不是要求说必须要掌握这个很精确的这种比例。在古代人们也讲了啊，就是说不是刚才说的啊，丈山尺树寸人，它是按这个一个大中小的比例去安排的。所以说我们也尽量的按这个比例去安排。你看我把这个点景的小房子给画这么大，是不是感觉我们山是不是特别大，特别高耸？对，对，就是啊，丈山尺树寸人。你看啊，我们画一些，对吧？画一些小的树木，去点缀一下啊。画树的时候，注意我们用笔
中锋画出树干来，树干我们简单的分出前后左右就可以啊，就是我们说的，哎，树分4枝，10分3面，哎，看我分出来，简单的分出前后左右，哎，我们简单的分出来就可以啊。因为我们主要这个近景不是以树木为主，对吧？不是以树木为主的，所以说我们竖把只做一个点景的，哎，只做点景。看勾完树干以后，点叶的时候，我们调墨。看我们点叶的时候要注意，画笔洗干净以后，对，看啊，我们把笔洗干净以后，哎，在笔尖的地方调一下墨，调下墨，调了墨以后，我们点树的时候，点叶的时候啊，由树梢的部分开始点，就是我们笔尖的时候，这不是重墨吗？对不？哎，我们开始从重墨的开始点，由浓到淡，它这个颜色，这个墨的变化，你看啊，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墨的变化。哎，看，注意墨的变化。哎，尽量保持它这个颜色，墨色是上面重，下边淡，一定要注意这个墨的变化。我们点叶的时候，看，哎，上浓下淡，要注意我们这个墨的变化。看我们点树的时候，对不对？哎，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看画完一组以后，我们再画后面的一组。你看，画后面一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面你要点叶的话，点了这个叶子，我们后边要换一组别的叶子啊，不要画成，尤其说2棵树，对吧？一定要有变化，一定要有变化。你看前面我们点的是圆叶点，圆叶点。钩山的轮廓不是用淡墨，不是用淡墨。我们近景的时候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近景的时候勾轮廓线的墨呀得稍微重一点，到后面越往后的时候，它的墨是越来越淡的啊。到远山，你看我们这是主山的时候，它的墨比我们近景和中景的这个墨呀略微淡一点。你看到后边远山的时候，几乎就是淡墨去勾的啊，去勾的。这个啊，就是我们要，讲这个浓淡的变化，就是近实远虚，对吧？近实远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前面的墨可以重一点，越往后，哎，墨让它越来越淡，是这样的变化啊，是这样的变化。你看我们近景点了圆叶点以后，后边一棵树，我可以点个别的，比如点一个鸽子点吧。看前面是圆叶的这种圆点，我们后边点一个各自点，也是由上向下，对不对？我们由上向下这样去点，你看，由上向下去点，让墨呢随着我们墨中的浓淡变化，就是说我们树是上面是重墨，到下边变成淡墨啊。我们变成淡墨，越来越淡。
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浓淡墨的变化。下来，看这样下来，到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岸边这个土坡上面，我们就用这种大的这种横点啊，点横点的时候，把笔侧过来以后，看画这个树丛，看怎么画啊？侧过来去横笔去点，我们这样横笔去点，你看，对不对？我们横笔这样去点，注意它，点这个树丛的时候，我们注意要有一个高低错落的变化，对不对？我们常讲画这个树丛，对吧？画树丛一定要注意这个高低错落的变化，一定要注意高低错落的变化。我们这个自然中的树，对吧？它不是说像我们城市中的树，它是修剪过的。你看城市里边树，一看都是特别齐，把头都是裁成了齐齐的，对吧？我们大自然的树就是有高有低，有胖有瘦，所以说我们点这个树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高低的变化，高低错落的变化，有高有低，还有同学们说有胖有瘦，对吧？有高有低，有胖有瘦，点完以后，看点完那个树叶以后，对不对？我们就用竖勾2个竖线，就代表是树干，这就可以啊。看，代表树干，这样就可以。这就是我们近景的啊，近景的。看房的地方，我用墨色遮挡一下，交代一下，不能让它悬空啊，不能让它悬空。看这样以后，到中景的地方，你看中景地方，我们也用这个先画树干，这也是一种方法。我们前面是先画树叶，后画树干。到我们后面那个，我们可以先画树干，后画树叶啊，都可以，对吧？先把树干点出来，注意它的有高有低，对吧？注意树这个树丛的高低错落变化。画完树干以后，我们没有这个画远树，对吧？没有枝，只有主干，然后在这树干的位置，也是用这个横笔去点树叶啊，由上向下，有高有低，对不对？有高有低，一定要注意啊，有高有低，有浓有淡，对不对？看有高有低，有浓有淡，还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点这个树丛的时候，对不对？一定要有这个变化啊。下来有高有低的变化。一个是我们注意树的高低错落，再一个就是这个墨的，对吧？就是墨的这个浓淡的变化，就是这个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点树丛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说一样的墨色，你点出来的这个树丛，它就是平的，就是一看就前面这一排树，
它不是个树丛。你看我们要点的时候，你有了高低错落的变化，还有浓淡墨的变化，就会感觉这个树丛，对吧？它是很多的树木，有前有后，有个纵深的这种视觉效果。就是我们在这个墨的这种处理上，一定要注意。你看，很自然的啊，这个浓淡墨的变化，对吧？有浓有淡，它这个变化，你看浓淡墨的变化。下来看它也是，对不对？它高低错落，对吧？树的高低错落，有高有低，有胖有瘦，然后有浓有淡，它这个树的变化。下来，看，你可以有时候你可以用淡墨画一个高一点的树，也可以用重墨画一个高一点的树，只要它把这个就是说产生这种高低错落的变化就行啊，就可以。看到下边的时候，尤其我们要处理云的地方，一定要用淡墨干笔，擦一下我们这个云的地方。你看我们要处理云的地方，一定要用这个淡墨干笔，把云的这个大致形状我们勾出来。这样勾出来。在我们染云的时候，对吧？我们有大致的这个淡墨画了个大致的形状，我们染云的时候，用颜色直接按我们留的这个云的位置，我们去上颜色就可以，这就可以。这就可以。你看，对不对？你看这样染出云的大致形状。我们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染颜色的时候，云上在哪个位置，它的云的大致形状是什么样？我们用这淡墨，先把这个大致的形状，我们先用淡墨干笔画出一个大致形状来，这就可以啊。这是我们课程里的一幅4尺作品。我们在课上由于时间紧张，没有整幅的把墨稿完成。我们今天接着把这个墨稿后边的部分我们去完善一下，然后我们再去上颜色，加一些开点。你看开点加在我们山石结构线比较多的地方，还有我们明暗，对吧？山石明暗转折的地方，我们开点加在这个地方啊。你看加在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些开点。加在这个地方，加一些开点。结构线上，你看结构线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就和我们看这个水口的位置，我们都有小的这灌木、小的树林，我们在近景的山石上也加一些这些树木，去丰富一下画面，完善一下画面。你看这个地方，我们都加一下。都加一下。这个我们点叶的是点这个树丛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得注意它的这个树的高低错落。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画的时候，你看，画笔横过来，画笔横过来以后，我们这样去点，对吧？我们这样去点，注意它的高低错落的变化。高低错落的变化。有浓有淡，有高有低，对不对？我们要注意这个小树丛的丛林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些开点。你看，我们点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到我们你看这个地方也需要点一点，点一些竖的开点，对不对？我们有横的有竖的这个开点，不是说都是横的，也不是都是竖的，有横有竖，对不对？我们注意它这个开点的变化，开点的变化。你看到主山的上面，主山的上面的时候，我们也用一些开点去丰富一下。看点的时候，点在我们这个结构线交叉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点在这儿啊，点在这个地方。你看点这个开点，我们可以有竖的，对不对？你看有竖的开点，对不对？你看上面我们点了竖的开点啊。到我们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可以点一些，对吧？横的开点，它不是一种啊，我们点开不是一种，有横的开点、竖的开点、圆的，对吧？还有不规则的都有。随着我们的画面，你去点一些开点。你看，点到这个地方，到我们后边，你看到后边远山的地方，就是后边我们按出的淡墨的地方，我们点开点的时候，墨呢，我们调的让它淡一点，不要太重。你看，这是前面我们墨线重的地方，我们点的开点重一点，不要说差的太多啊，不要说它这个结构线和我们开点这个颜色呀，不要差太多。比如说你后边特别淡的时候，你点特别浓的开点，肯定它是不和谐、不协调。所以说我们点开点的时候，到后边呢，远山，对不对？我们点的开点，墨呢要淡一点，不要太重。点的淡一点。就是它的墨呀，稍微超出它原来的墨色就可以，不要太重，对不对？不要太重。点一下上面的开点。点完开点以后，对不对？
点完胎点以后，把胎点完以后，你看啊，点完以后，我们把里边的结构，山的这种结构，我要稍微加一些小的结构啊，加一些小的结构，我们再上淡墨，你看啊，我们用近景开始，近景开始。加一些小的结构，这样去加，对不对？因为这个加的结构时间比较长啊，时间比较长，我们只把前面那个加的结构给大家演示一下，像后边这个结构，就是说我们刚完成以后，对吧？我们再给大家去展示，因为时间比较长。因为你看，我们要录的话，时间比较长，我们只把局部的啊，我给大家加一下，大家看是怎样去加的。就在我们原有的，你看这块面结构里边，你看啊，用不同的墨色，加一点小结构就可以。我们就丰富一下我们山石的结构。看，就在里边加一点小结构就可以啊，小的结构就可以。还有前面啊，你看这个吧，这个大家看得比较清楚，给大家看一下怎样加个小结构。你看，这不是1、2、3个大结构，我们先处理完以后，小结构，你看啊，你处理小结构的时候，就在这原有的3个结构里边，我画一点小的结构。画结构的时候也是啊，我们也是按墨的浓淡干湿去这样去加结构的，不是一种墨色，对吧？不是一种墨色，不是说很浓的，也不是很淡的，是浓淡墨的结合，给加点小结构。你看，就是说它这个大结构里边也有个小的结构，我们这样去处理啊，这样去处理。你看，这样去处理。我再加一个小结构里边，就是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这个3面结构里边再加一些小结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里边它多了一些小的结构，这样山石啊出来比较丰富。我们就按这样小结构，把近景、中景、远景的山石，我们都要去这样加一遍，让它丰富一下。加完以后，我们再上淡墨啊，就是加完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要上成什么呀？上成那种秋天的景致，就是我们那个大家喜欢的鸿运当头，我要上成这个颜色。所以说我们一个要结构要多一点，再一个就是我们淡墨呢上的稍微多一点，你看要上小青绿的话，我们不用上太多的淡墨，村的也不要太多。但是我们要画鸿运当头这一类题材的话，淡墨勾村稍微多一点，因为它只有一个赭石、朱标、藤黄这3种颜色。如果你上的淡墨少的话，它的画面就会感觉太燥，就是说颜色有点火气。所以说你把淡墨呀可以稍微多一点，村的也可以多一点，是这样的啊。上淡墨的时候，
上在什么地方？你看啊，我们靠近水口的地方，你看我们用淡墨，可以上一下，淡墨也是上在我们沟村的地方，对吧？上在这个沟村的地方。沟通的地方，我们也要把我们山石亮的地方，我们要留出来，这就是我们山石，看这凹进去的凸出来的地方，对不？有个明暗、凹凸，还有我们讲阴阳，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这是阳面，这是阴面，这是明，这是暗。我们把这个结构啊，用淡墨渲染一下，去渲染一下，我们这儿去渲染一下，我们整幅啊近景、中景、远景的山石都按这个上淡墨的方法，我们去统一上一遍啊，统一上一遍。我们结构啊，小结构就按我刚讲的啊，这样去处理里边小的结构，前、中、后这3个景山石的景致，我们都按这个小结构去处理一下。上淡墨呢，你看我这个给大家讲了啊，上淡墨做的示范，我们就按这样去上淡墨。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我先局部的给大家讲一下，看上淡墨啊，这是我们上完淡墨，这样去上小结构，这样去勾近景、中景、远景啊，都要这样去处理，因为它要说，我现在给大家录的话，时间就是说比较长，因为要一组一组山石去处理，然后一组的山石去染淡墨，这时间比较长。我把这个局部的给大家讲了以后，大家可以临摹的时候啊，你可以按我这个步骤去做啊。今天啊，就是说我们不用录的时间太长，我也是按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去处理画面就可以，对吧？就可以不用说整个我从前到后整个这个加结构啊、上那个淡墨呀，都给大家去展示，教给大家的方法，大家按我讲的这种方法去处理就可以，对不对？就可以。上完把结构找出来，淡墨上完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上颜色，这个就是我们上成大家喜欢的那种红晕当头，比较这个有民族这种，就是说民俗这个色彩的啊，我上那种比较有民俗色彩的这种红晕当头的这种色彩，所以说，大家画的时候，结构淡墨，对吧？一定要上够就可以。我就给大家讲的这样啊，讲到这里，大家记住就可以啊。我就是说收拾完以后，我们再上颜色。